欢迎来到智慧星球，智慧值得传播。祝您听书愉快。今天我们要讲的书是《理财最重要的事》。听书名，您可能会好奇，理财最重要的事会是什么呢？这本书告诉我们，克服情绪的影响，努力做到量身定制，是做出正确理财决策最重要的事儿。我们很多人都在理财，有的炒股，有的买基金、买债券、买黄金、买房产，有的还在投资古玩。总之，什么热我们就跟什么。我们期望能有高人指点，我们期望能够找到完美的投资计划，我们甚至觉得只要我们每天盯着大盘，听着新闻，根据历史数据，结合自身经验，我们就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从中获利。但事实上，即便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依然不能赚钱，甚至还损失惨重。这是因为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经常会受到恐惧、贪婪等情绪的影响。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和我们实际做的事情之间总是有差距，这种差距，作者管它叫行为的鸿沟。我们知道很多公司都试图量化投资者的行为对实际投资回报率的影响。美国晨星和达尔巴公司经过大量研究发现，投资者在股票基金上得到的实际回报比基金本身的平均回报率要低得多。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就是行为的鸿沟。这意味着，对于基金投资，我们只要把钱放入某只普通的股票型基金，然后按兵不动，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但大多数投资者却放弃了这笔唾手可得的钱，他们持续不断地将钱从股票基金里面转入转出，对时机的把握也很糟，结果损失惨重。因此，作者认为，投资说白了是人们的一种选择行为，这种选择会受到情绪的影响。让投资更有效的不是市场行情，而是我们自己的决定。这本书的作者叫卡尔·理查兹，是美国犹他州帕克城的一位注册理财规划师，也是一家资产组合设计公司的创始人。他经常为《纽约时报》、晨星顾问撰稿。他喜欢用记号笔在纸巾或其他碎纸片上涂涂抹抹，来给人讲解复杂的理财问题。无论是他的观点还是这种方式，都令人耳目一新，又获益匪浅。甚至有些人认为他这样的工作很有价值，于是他就写了这本书。这本书主要介绍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克服情绪的影响，二是如何量身定制理财规划。我们先来说说情绪对于理财的影响。情绪对我们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说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特别是在做理财决策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些情绪误区。有哪些情绪会影响我们呢？一种是恐惧和贪婪。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要低买高卖赚取差价，但我们总是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在实际操作中追涨杀跌，高买低卖。我们理智的时候都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是每一次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总是那么健忘。我们不断重复这样的行为，直至最终破产或付出惨重的代价。比如2002年美国股市大跌时，人们纷纷因恐惧而撤资，而在2004年股市大涨时，人们又疯狂去投资，甚至有的人将房产作为抵押去投资股票。作者曾经跟咨询者发生过这样的对话。2009年股市大跌，作者的3位客户都损失惨重，他们来找作者。客户说：嘿，卡尔，我觉得现在该抛售了。作者说，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卖掉某只股票，就因为它的市值下跌了 30%？ 客户说，这你知道的，难道我们就坐在这儿眼睁睁地看着它继续跌吗？作者说，老兄，损失已经造成了，你或许很想抛售，但现在真的是卖出的好时机吗？客户说，我们很害怕呀。作者说，害怕是正常的，但让恐惧主导了你的行动，可并不是什么好主意。客户说，但是这实在是太痛苦了，如果股票照这个速度继续跌下去，我们到年底就会一无所有了。作者说，事实上股票在价高的时候比现在面临的风险更大，那个时候你们都很高兴地握着不放，为什么现在要卖呢？客户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作者回答，什么都不要做，等头脑稍微冷静一些再回头看是否需要调整投资计划。这样的对话时常发生，就连作者自己也不是时刻不受情绪的影响。作者居住的帕克城滑雪运动非常盛行，于是他买了4副滑雪板，每一副都适用于条件不同的雪道。有一次朋友约他去滑雪，他跑到车库盯着4副滑雪板不知所措，您要用的时候他还是拿不定主意到底该选哪一副。
在朋友的不断催促下，作者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副。它自重轻，速度快，非常适合在越野滑雪项目中使用。这次经历对作者的触动很大，他觉得自己当初投入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收集这4副滑雪板，就是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有最合适的工具。可是在真正选择时，这些滑雪板却让他有种无力感，于是他决定将其余3副多余的滑雪板处理掉，只留下最喜欢的那副。虽然这副滑雪板并不能够完美的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雪道，但在大多数雪道上它都能发挥得不错，而且是在作者最喜欢的雪道类型上有更出色的表现。现在作者无需再为带哪一副滑雪板而纠结了，反正只有一个选择，只要拿起它就能走了。即便遇到这副滑雪板不适用的雪道，作者相信凭借自己的经验、应变能力和几分运气，也肯定不会有大问题。你瞧，人的情绪会左右你如何做决定，是不是很有意思？其实这种情况在理财领域非常普遍，很多人觉得出色的投资理财决策意味着要做到万无一失，要将每一种可能性都考虑进去。你要顾及各种潜在的风险，所有市场都要投资。你要不断修正对未来市场的预测，力求完美，这样才能胸有成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你必须掌握有关金融市场动态的所有情况，你必须勒紧裤腰带，努力存钱。上述这种想法其实都是源自恐惧。我们本能地害怕人生的不确定性，害怕它的时起时落，所以我们制定各种各样的计划，希望能够通过计划来掌握自己的未来。我们想，如果我这么做就不会出那种事儿，如果我现在卖掉股票就可以避开市场大跌的情况，如果我投资目标精准，财务安全就有保障，如果我已经为所有的事儿都忧愁了一遍，当真有坏消息传来的时候就能坦然面对了。问题是现实世界非常复杂，我们根本无法预料到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这意味着我们的大多数计划根本没用，而且我们常常将贪婪和恐惧视为动力，但其实它们是一样的东西。我们的贪婪源自于恐惧，这两者会影响我们的行为，让我们总是把生命和金钱浪费在那些根本不重要的事情上。美国精神身体全面健康运动的发起者雷切尔·纳奥米·雷门博士认为，经济危机是人们进行精神内省的机会。他认为我们的理财决策往往会反映出个人的困惑或不安。如果你觉得不安，可能就会寻找一些让自己感到更安全的方法，感觉自己是群体的一员。这可能意味着你会购买跟邻居一样的汽车和衣服，或者像他们一样度过花费不菲的假期。可这样做的结果并不会减少你的孤独感。我们可能在无意识地追求情感安全的时候，牺牲了财务安全。好，这是影响我们的第一种情绪，恐惧。那么，影响我们的第二种情绪是过度自信。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我们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通常情况下，过度自信的程度越高，犯错时付出的成本也就越高。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一家对冲基金公司，它的管理者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其中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些管理者们曾经非常确定，他们的投资选择的单日亏损额绝不会超过3500万美元。然而，在1998年的某一天，他们亏损了5.53亿美元，最后公司损失了整整30亿美元。艾伦·格林斯潘曾4度担任美联储主席，他一直被媒体和追随者认为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犯错的人。然而，格林斯潘先生在过去近40年间所坚信的经济模式，却引发了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市场灾难。后来，他向美国国会承认，当他发现他一直以来信心十足的经济模式被证明有缺陷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崩溃了。看看，连这些聪明的人都容易犯过度自信的错误，我们普通人就更不可避免了。当然，还有第三种情绪，是轻信他人。我们总是期望寻找一些所谓的大师能够预测经济前景，让我们可以预先做好准备应付，但现实并非如此。未来是不确定的，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历史对预测未来并没有什么帮助，事实也证明，要正确预测未来是很难的。即使是有人猜对了某次市场变化，也只是概率问题，不必当真。你要知道，其实没有人能预测未来。那些亲戚朋友，甚至是专家学者给出的关于一般性和结合他们自身的经验特长所提出的建议，并不一定是对的，更不一定适合你。作者本人就曾有过一次惨痛的经历。1999年的时候，科技股特别火，很多人将房子抵押贷款去炒股，
作者的七舅在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他经常告诉作者科技的发展多么有潜力，这些科技公司的股票将有多大的上涨空间。作者起初克制自己的冲动没有买，在一众亲朋好友的劝说下，也一直忍着没有加入。直到最后，他觉得实在控制不住了，就投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只自认为非常好的科技股，而且当时这只股票也确实从$100上升到了$1300。但没想到的是，到了2001年3月，这只股票就跌破了$25，作者损失惨重。之后，作者将这只股票裱好了，挂在墙上，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并由此得出结论：当一个市场出现连最理智、最后忍耐者都加入的时候，就可能是这个市场到达顶峰的时刻，这个时候就应该警惕了。2010年7月，著名的市场预测大师罗伯特·普莱克特曾预言，因为一轮大牛市即将结束，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在未来5-6年内会从现在的9686.48点跌到1000点以下。2011年初，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预言，标准普尔500指数会在接下来的10年内从1280点上升到1430点，平均每年上涨1.3个百分点。2011年1月，具有多年丰富经验的市场观察家拉斯洛·比利伊预言，标准普尔指数会在2013年9月4日以2854点收市。3位市场预言大师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别在极具公信力的主流媒体上发表了3个截然不同的预言，而且都很极端。作为投资者，我们该相信谁？该怎么办？作者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无视他们。好了，看看这些情绪误区，我们是不是都有过呢？我们情绪中的恐惧、过度自信和轻信他人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理性判断。就是这些情绪导致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产生了行为的鸿沟，造成了我们不必要的损失。所以避免情绪的影响是做出正确投资理财决策的重要事情。本书第2个方面就是告诉我们该如何定制出适合自己的理财决策。首先，让理财变得简单，避免情绪干扰。我们不要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关注财务安全，我们希望获得幸福，希望为自己所爱的人提供良好的生活。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理财决策都是人生抉择。你的理财目标有可能是安然退休、上大学、对子女的教育、外出旅游等。因此，我们不应该花费大把时间去寻找最完美的理财产品，而应该思索什么才是对我们真正重要的，然后按照这种价值观来调整对资金的利用方式。比如2011年的冬天，一位对金融市场关注了30多年的理财专家和他的朋友格里蒂在一家酒吧喝酒聊天。格里蒂是一个从事电子工作的退伍老兵，当时酒吧的电视正播放着节目，某个政府发言人在大谈油价问题。他说，油价上涨是因为利比亚局势的混乱。听到这儿，格里蒂对理财专家说，这个人是白痴。利比亚，我们从利比亚进口的石油很少，所以肯定有其他原因。理财专家想了想，觉得格里蒂的观点是对的，作者也对此表示赞同。虽然利比亚是原油的净输出国，但它的原油储备在全球只排在第17位，而且跟美国没有直接的贸易出口往来。所以投资者担心利比亚停止石油出口，似乎有些杞人忧天。但是类似这样的一条小小信息，却有可能引发整个大事件。这完全是基于贪婪或恐惧，可以在瞬间将我们引入更大的金融危机当中。我们的计划永远不可能覆盖所有的可能，而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儿。你不必非得选出最完美的投资方案，不用非得省下多少钱，不必非得猜准投资回报率，也不用整天坐在电视机前看股市分析，或上网疯狂搜索选股秘籍之类的东西。你不需要那种将所有可能性都考虑其中的完美计划。你的理财决策应该符合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越是了解自己，你的投资成功概率就越高，也就意味着你的投资会更加符合你真正的人生目标。谨慎地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择，是帮助我们实现目标的最好方法。要牢记，计划不如变化快，我们无法预测未来。因此，当我们制定了一个长期规划，就要把视线转移到短期内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上。比如3年，这有助于我们更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活在当下，就可以对身边真正发生的事情有所警觉，然后根据我们自己意识到的情况行动。行动符合实际的理财计划，通常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我们需要持续的计划过程，不是计划本身，会让你一直向自己的目标前进，从而避免行为误区。
我们需要牢记一条不会改变的投资定律，就是如果潜在的投资回报很高，风险也就很高。所以片面追求高收益并不利于你的资产，即使你再做很聪明的决定，也无法控制结果。我们经常会抱怨，但这无济于事。我们也会为了所谓的省钱去做一些实际上并不划算的事情。因此决策的时候要小心，不要以金钱为要务，而是加入你对道德、智慧和常理的理解。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过你仍然无法控制结果。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规避情绪因素的方法，找到自己想要的，然后谨慎地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择，而不是片面追求高利润。第二个方法是不轻信他人，避免陷入空泛的理财建议陷阱。要明白，个人理财是个人的事，重点是个人，而不是理财。因此，理财规划最好能够私人定制。这世上不存在最好的投资方式，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选择的投资方式也是有差别的。比如，有些人希望找到一只热门股票，但却还没有购买寿险或伤残保险；有些人希望找到一个利息最高的存款账户，但口袋里却装着一张利息高达 18% 的欠费信用卡。这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不用存款先把信用卡账单偿还一部分呢？因为这相当于赚取了 18% 的利息回报哦。把工作视为赚钱的工具，而把投资作为保护自己财产的工具，这样做也许会有帮助。要时刻记住，你对市场变化的控制为0，而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至少还有一定的控制力。所以要关注自己的个人财务问题，不要去担心全球经济变化。我们可以做一些真正能改变我们财务状况的事，比如努力工作，或想办法多省点钱，或多赚点。作者有一个朋友从20多岁起就患了抑郁症，后来他抵押了自己的房子，用贷款去看心理医生。5年后，他觉得自己恢复得足够好了，就辞掉了他认为已经没有前途的工作，开始写作。现在他的书已经卖出去50多万册了，还发表过无数文章。他说，看心理医生是他这辈子最成功的理财投资。你搜集到的信息和想法该如何与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这才是每个人最需要思考的问题。适合你的理财建议对于你的邻居来说或许正是灾难，因此不要去听从别人的一般化的建议，包括那些专业顾问和理财师的建议，更不要相信那些所谓的市场预测。你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凭借自己的经验，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好，说完了不要轻信他人，我们再来说说最后一点，不要盲目自信或按照惯性行事，要根据实际变化做动态调整。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对目前金融市场趋势的了解和接下来几年内希望自己达到的目标来设计自己的投资方案。如果情况有变，我们可以跟着改变。如果我们需要听取别人的观点，我们可以找那些了解我们的可信的人，而不是电视节目里的某个陌生人。我们不要去想着寻找下一个苹果公司，因为你能选中下一个苹果或下一个谷歌的概率几乎等于0。根据过去的增长来选择股票的未来增长趋势，就像根据上一次抛硬币得到的正面来判断下一次投硬币是不是正面一样，没有任何意义。找到关注点，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必须明智的使用。可以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对你很重要，而你又能够施加影响的事情上。我们要对将要进行的投资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不要盲目跟从，也不要仅靠有限的经验去做决定。我们需要的是安排好自己的财务未来，找到财务平衡，而不只是追逐最高的投资回报。寻求平衡的过程是因人而异的。比如，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女性客户，有一天突然电话咨询作者，因为她对黎巴嫩的局势感到非常不安，想知道那边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投资。作者告诉她2个事实：第一，黎巴嫩的局势对你的生活不会有很大影响；第二，不管你怎么做都无法影响黎巴嫩的局势。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数不胜数，人们总是会担忧那些他们根本无法控制的事情。所以要关注对你很重要而且能够被你的行为影响的事情，其他的就索性忘掉吧。我们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就仔细检视自己的投资组合，以确定它符合你的目标，因为惯性和熟悉感常常让我们忘了风险。投资决策应该是基于我们了解什么，而不是跟着感觉走。我们没办法在做决定的时候摒除一切情绪的影响，但我们可以努力让知识在我们的理财决定中占据更大的空间。投资正如人生，强迫我们在不确定性的迷雾中做决定。我们不可能永远正确或错误，我们需要根据现有信息做出决定。
观察结果，将最新出现的信息纳入考虑，调整路线，然后不断重复这一过程。好，这就是我们说的第3个方法，不要盲目自信或按照惯性行事，要根据实际变化做动态调整。好了，这就是这本书教给我们的全部精华内容，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作者认为，投资决策时常受到情绪的影响，让投资更有效的不是市场行情，而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克服情绪，第一，我们要找到自己想要的，然后谨慎地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择，而不是片面追求高利润。第二，不轻信他人，避免陷入空泛的理财建议陷阱。第三，不要盲目自信或按照惯性行事，要根据实际变化做动态调整。总之，缓慢而稳健的投资，努力做到量身定制，是做出正确理财决策最重要的事。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星球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智慧值得传播，开启美好未来。谢谢您，再见。